混账！我要宰了你！赵凯发出了一声滔天怒吼，说话之间，掌心翻动，一把王兵便出现在了手中。随后他手握王兵，猛然挥动，一道金灿灿的斩击便横空而出，向蛋蛋劈斩而去。那斩击非常之强，所过之处，连虚空都被斩成了两段，荡起了道道涟漪。这不是寻常的斩击，而是一种武技，一种强大的地境武技，不自量力。然而，对于赵凯所发动的攻击，蛋蛋却是冷哼一声。随后，只见蛋蛋眼眸猛然一闪，那磅礴的暗黑气焰便化作滚滚乌云，以千军万马的威势向赵凯反压而去。得劲武技与暗黑气焰相碰撞，也是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但是在那巨响之后，赵凯的得劲武技那金色的斩击便如同石沉大海一般，被蛋蛋那磅礴的暗黑气焰所吞噬。然而最恐怖的是，在吞噬了赵凯的斩击之后，那暗黑色的气焰速度变得更快，气势更为凶猛，甚至在那滚滚黑焰之中，还出现一双巨大无比血红色的双眼。此时此刻，这暗黑气焰就如同一只具有生命且凶残至极的暗黑生物一般，向赵凯压迫而去。最悲催的是，面对这样可怕的暗黑生物，赵凯竟然根本无力反抗。此刻的他冷汗连连，浑身颤抖，早已没有了先前的怒意，取而代之的是恐惧。恐惧，发自内心的恐惧。当真正的面对着暗黑气焰的时候，他才知道这暗黑气焰有多恐怖，恐怖到他无法抵挡，更是失去了逃脱的勇气。就如同一个受伤的蝼蚁面对一只巨大的兽蹄，当对方踏至而来的时候，他能够做到的只是等死。然而就在赵凯觉得必死无疑之际，一道老者的身影突然从天而降，站在了他的身前。这名老者落下之后，大袖一挥，抬手一掌，只见道道金芒爆射而出，顿时溅起了磅礴的能量涟漪。那是武力，地级武力。这来者乃是一位半地强者，地级武力一出，威力也是极强。在一声滔天巨响之下，在那暗黑与金色交织的汹涌涟漪之中，竟将淡淡的暗黑气焰抵消开来。不过他也只是将淡淡的攻击给挡了下来而已，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在此之后，又有多位身影从天而降，如同守护者一般，落在了赵凯的四面八方，就像生怕有人在对赵凯出手一般。而这些人自然都是界尸联盟的长老们。这位姑娘，切磋而已，还望点到为止，不要再杀生了。先前抵消淡淡攻击的那位长老开口说道，虽然贵为界尸联盟的长老，但是他们也很清楚，楚风这样的人在青木山内也定然是了不得的天才，肯定是极为重视的存在才对。他们身为长老，身份特殊，不能随便对楚风出手，自然也就不能随便对楚风的界灵出手，否则很可能会引起两座庞然大物的纷争。那样一来，可不是他们这小小长老能够承担得起的。所以哪怕他们有能够制服淡淡的实力，但是眼下却也不能贸然的对淡淡如何，只能阻止淡淡伤害赵凯。而对于几位长老的阻止，淡淡也不言语，只是冷哼一声，便准备向楚风走去。此处乃是界尸联盟，不是你们能够撒野的地方。然而就在这时，一股磅礴的武力突然从天而降，径直的向淡淡压迫而去。见状，淡淡赶忙再度释放出自己的暗黑气焰，去抵挡那金色的武力。可是那武力实在太强，哪怕淡淡也是难以抵挡，最终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暗黑气焰被那金色武力尽数摧毁，随后向自己席卷而来，将其封锁束缚。淡淡见到这一幕，楚风也是慌了，掌心一翻，祭奠楚风封魔大剑。与此同时，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一同释放而出。在修为提升到八品武王之后，楚风师斩出人净幻光诀，便掠到了淡淡的身旁，挥动王兵，发出斩击，想去破开那封锁淡淡的金色武力。一声巨响，震耳欲聋。可是那封锁淡淡的武力不但纹丝未动，反而将手持王兵的楚风震到数米开外。这武力之中竟蕴含了结界之术，这不是普通的武力，乃是特殊的禁忌武技。这一刻，楚风的神情为之一变，他已经意识到了这出手之人的非同寻常，毕竟对方所使用的武技已是非同寻常。然而就在楚风一愣神的功夫，又有一道凶猛的武力竟自楚风的身后凭空出现。当楚风发现之时，已经为时已晚，那武力已经如同牢笼一般，将楚风封锁在了其中。当楚风也被封锁之后，那分别封锁楚风与淡淡的两道武力竟相互融合，最终将他们二人关到了一起。可是最恐怖的是，当楚风与淡淡被关到一起之后，那本封锁他们的武力竟开始变化，武力形成的墙壁延伸出数道尖锐的利刃，自四面八方楚风与淡淡压迫而来。见状，楚风与淡淡皆是施展出强力的手段去抵挡那延伸而来的利刃。可是那利刃实在太强，哪怕他们能够暂时抵挡，却也无法一直抵挡，他们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们两个都将要被这武力凝聚的利刃所穿透而死。住手！眼见大事不妙，司马颖也是身形一纵，来到了那武力牢笼之外，并且冲着天空大喊一声。听得司马颖的呼喊，那强大的武力竟微微一颤，但是很快的便恢复原状，再度向楚风与淡淡发动了进攻。住手！再不住手，我就自尽！见状，司马颖的眼中闪过一抹狠色，随后单手握紧，以结界之术凝聚出一把金色的匕首，然后只听噗的一声，便刺入了自己的身体之中。眼儿师妹，你疯了！然而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忽然出现在了司马颖的身前，并且他的一只手已经抓住了司马颖那握住匕首的手掌。他这一握，司马颖的玉手顿时一颤，而其手中那结界匕首也是烟消云散。在那匕首散去之际，那人赶忙将手掌
按在了司马颖受伤之处，柔和的结界之力急速涌动，只在眨眼之间，便使得司马颖的伤势愈合。原来是你！尽管那人的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非常之快，但此时此刻，楚风还是清晰地看清了他的容貌。他已认出这来者是谁。此时此刻，出现在楚风等人面前的，不是他人，乃是这界师联盟的第一天才，名列界师榜第1位的超级天才林叶舟。叶儿师妹，你疯了吗？为了这种家伙，竟要牺牲掉自己的生命！林叶舟又怒又气又心疼地看着司马颖，但更多的却是气愤。林师兄，你怎能无缘无故对楚风出手？他可是我界师联盟的客人。而司马颖对于林叶舟的关心丝毫不领情，反而同样很是愤怒地反问道：客人？你说他是客人？自古以来哪里有殴打主人、残杀主人界灵的客人？他根本不是我界师联盟的客人，而是我界师联盟的敌人。如果不给予他一些教训，那日后教外人怎么看我界师联盟？所有人都会觉得是我界师联盟没人了。所以青木山的弟子才敢如此撒野。叶儿师妹，你也是界师联盟的弟子，你从小就在界师联盟长大，你的爷爷、你的父母都效力于界师联盟，甚至为界师联盟的荣誉而死。而你真的要为了一个外人就牺牲我界师联盟的荣誉吗？林叶舟大声地质问道。听得这样的话后，司马颖也是沉默了，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毕竟他很在乎界师联盟的荣誉，但同时他也很在乎楚风这位朋友。事情真的是这样吗？然而就在这时，一道苍老的声音突然响起，与此同时，一道苍老的身影也是凭空出现，站在了楚风与林叶舟的中间。他的出现无声无息，就仿佛他一直站在那里，但却没人发现他一样。而这位乃是界师联盟内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苗人龙。苗长老拜见。苗长老见到苗人龙，界师联盟的在场的众人，无论是长老还是弟子，皆是神情一变，随后便赶忙施以大礼，没有一个人敢对其不敬，哪怕林叶舟也是不敢。先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我都看到了。从一开始你们兴师动众来讨伐楚风小友，羞辱楚风小友是垃圾，再到若干长老到场，却没有一人阻止，反而袖手旁观，看起热闹，直到你们挑战楚风小友，随后逐一失败，再到林叶舟大义凛然的出手，我都看得一清二楚，谁是谁非，不用我多说，你们心中都很清楚。苗人龙阴沉着脸，冷声说道，态度很是不好。而这一刻，界师联盟除了司马颖以及黄蜂孙浩等人外，一个个的皆是低头不语，神情凝重，就如同苗人龙所说一般，谁是谁非，他们都很明白。他们羞辱楚风在先，挑衅楚风在先，挑战楚风在先，就连动杀意也是赵凯在先。哪怕单单灭了赵凯的魔灵，但他们也根本就不占理。所以此时不仅无话可说，更是担惊受怕。他们害怕，真的害怕，害怕的不是别人，而是苗人龙这位界师联盟内举足轻重的超级大人物。苗人龙其实他从一开始就在，但在界师联盟的弟子失败的时候，他没有露面；在单单灭掉魔灵的时候，他没有露面。而偏偏在这个时候，他露面了。他不仅露面了，还说出了这样一番话：事到如今，只要是明白人都会清楚，苗人龙这位大人物的露面，要帮的是谁？他要帮的不是界师联盟，而是楚风。他要保的嘛，不是界师联盟，也是楚风。所以他们很怕苗人龙会帮着楚风对付他们。毕竟以苗人龙的身份和实力，在界师联盟内几乎是没有什么事是他做不到的。散了吧，我希望如今天这样的事不要再发生。苗人龙挥了挥手，示意众人散去。见状，界师联盟的众人都长吐了一口气，皆有劫后余生的感觉。随后便没有一个敢有所逗留，纷纷离去。哪怕有老祖撑腰，但却损失了魔灵的赵凯，也是不敢逗留。就此，此事告一段落。楚风凭借过硬的手段，连续击败界师联盟。界师榜上的天才，不仅仅是依靠战力，更多的是依靠结界之术。尤其是对战赵凯的时候，更是展露出了自己强大的修罗灵界界灵，告诉了世人他乃修罗界灵师的身份。尽管最后关头，界师联盟的第一天才出场，的确以绝对的力量压制了楚风，可是界师联盟的所有人都高兴不起来。他们都非常清楚，就算林叶舟胜过楚风，可他们还是败了。毕竟林叶舟是界师联盟的第一天才，是名扬四海的妖孽级人物，几乎九世以及各大宗门都知道林叶舟这位超级天才的存在。而楚风呢，至少在此之前，他们还都不知道青木山有这样一个厉害的天才。所以就算林叶舟赢了，他们也很担忧，因为他们都不能确定林叶舟能否一直赢下去。毕竟二者有着巨大的年龄差距，而就目前来看，楚风的潜力显然更加可怕。赵兄，你就这样看着不管，你家赵凯的魔灵都被杀了，你居然坐视不理？我可是知道赵凯能收服那魔灵，你可费了不少心血。此时此刻，数里之外的界灵圣会长老沉默的老祖陈三元很是不解地问道：一个界灵没了就没了，再收就是，但一个上万年都难得一见的天才，若是错过了，那可真就错过了。赵清恒说道：赵兄，莫非你的意思是？听得此话，陈三元恍然大悟，他似乎已经明白了什么。苗人龙做得很对，楚风这样的人才必须要保。虽然他是青木山的弟子，但也可以成为我界师联盟的弟子。赵清恒说道：的确，一位修罗灵界的界灵师，这可比天赐神体值钱多了，的确要好好拉拢才是。苗人龙居然发现了楚风的潜质，这样来看，他还的确是个人才。陈三元也是赞同的点了点头。尽管楚风的所作所为让他很是生气，尤其是先前他恨不得亲手掐死楚风，但是只要想到若是能够让楚风成为他界师联盟的人，他心中的气便全都消了。不仅消了，此时此刻竟还对楚风产生了喜爱之感。这种好感
绝非莫名其妙。对于戒师联盟来说，挖掘培养优秀的戒灵师，这是他们的使命和责任。而若是能够培养出一位强大的修罗戒灵师，那将是他们戒师联盟所有人的荣耀。这种荣耀不仅属于他们，更是属于后人的，是永远的荣耀。苗前辈，很是抱歉，受您邀请来此，结果却给您惹了麻烦。此刻，楚风、司马颖以及苗人龙三人已是回到了龙院之内。楚风有些抱歉地对苗人龙说道：“楚风小友，千万别这样说，你这样说只会让老夫感到惭愧。这明明就是戒师联盟的小兔崽子们不对，你有何过之有？老夫倒是希望楚风小友千万不要把此事放在心上。而之所以会发生今日的局面，首先是那些小兔崽子欠些教训，这一点我会向盟主提。放心，今日之事我不追究，但盟主定会追究的。其次，我个人觉得今日之事与颖儿这丫头脱不了干系。正所谓红颜祸水，楚风小友，你懂的。”苗人龙笑眯眯地说道，说话之间还看了司马颖一眼：“苗爷爷，您说什么呢？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听得此话，司马颖的小脸竟难得的涨红起来。而此刻，楚风则是面带微笑，笑而不语。想到那些人气势汹汹来的时候，那一脸醋意的表情，楚风自然早就知道他们是因何而来。只是来此之前，他还真没有想到司马颖这丫头的人气竟然如此之高，简直就是戒师联盟的全民女神。老实说，第一次看到司马颖时，以对司马颖的印象来看，楚风虽然认同司马颖是个很标致的妮子，但绝对没有达到全民女神的标准。然而他却做到了，真的做到了。而楚风也很清楚，他能做到这一点，除了他那超凡的天赋外，与苗人龙这位大人物的偏爱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哈哈，你这丫头居然也有不好意思的时候。见司马颖脸颊的红晕，苗人龙哈哈一笑，这才说道：“好了，不逗你这丫头了，说正经的，按照我所说的地方，你们可找到那韩鹤来的气息没有？”他就好像知道会有今天一样，明明那些物品上都该有他的气息，可是现在却根本没有。提及此事，楚风与司马颖的脸上皆是涌现出一抹无奈与不安，他们都有些担心，担心就真的找不到带有韩鹤来气息的物品，那样一来，好不容易能够找到韩鹤来的机会，也将就此丢失。没关系，我找到了，你们看这个。然而就在这时，苗人龙却是微微一笑，随后便从乾坤袋内取出一个精致的玉盒，玉盒打开后，金灿灿的光芒便绽放开来，里面有一块玉佩。这玉佩很是华丽，金灿灿的玉佩内竟涌动着无数条如同小蛇一般的纹路。结界打造的玉佩，由蛇纹级黄袍界灵师打造的玉佩，这玉佩具有特殊的力量，如同护身符一般，能在关键时刻救主人一命。不过最令人激动的是，这玉佩上竟只有一个人的气息，而这个气息正是韩鹤来的，是他，这个气息不会错。此刻哪怕楚风也是激动起来，因为他发觉这个气息与马老村长给他感应的气息是如此相像，简直就一模一样，并且这个气息可比马老村长那用阵法收集的气息要浓郁的多。楚风小友，你能确定在应风古村感应到的气息就是韩鹤来的？见楚风一脸激动，苗人龙的脸上也是绽放起喜悦之色。我能确定，定然就是韩鹤来。只要马前辈所说的阵法真的能够搜索到韩鹤来的话，那么只要把这个送去，就能锁定韩鹤来的气息了。楚风很是确定的说道。不过随后又问道：“只是苗前辈，这玉佩是从何而来？上面竟只有韩鹤来一人的气息，莫非这是韩鹤来制造的？他也是蛇纹级的黄袍界灵师？”哈哈，楚风小友不必担心，韩鹤来虽也是黄袍界灵师，但只是重纹级的而已。这玉佩乃是戒师盛会内一位前辈制造的，当年韩鹤来很受赏时，有幸处碰过这玉佩，所以自然有他的气息。而如今这玉佩内之所以只有他的气息，那是因为我怕气息太多影响阵法感应，所以将其他人的气息给抹除了。苗人龙解释道：“原来如此，还是苗前辈考虑的周到。”得知原委，楚风也是淡然一笑，他终于知道苗人龙为何要离开了，原来是前往了戒师盛会，向戒师盛会内的前辈借东西。戒师盛会那是什么地方？那是连戒师联盟的许多人都不知道在何处的地方，但是苗人龙却能随意出入，这还真是不简单，难怪他在戒师联盟内的声望会如此之高。苗爷爷，事不宜迟，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而司马颖更是迫不及待的想要赶往应风古村。颖儿，我明白你的心情，我又何尝不是与你一样，但现在我还不能离开戒师联盟，毕竟算一算时日，他们也快来了。苗人龙劝道：“颖儿妹子，苗前辈说的是，就算急也不急于这一时，还是待那件事过后再走吧。”楚风明白了苗人龙的意思，也一同劝向司马颖：“那就听苗爷爷的。”见楚风与苗人龙都这样想，司马颖也不是不明事理，所以也点了点头。就这样，此事就此搞定。楚风总算不虚此行。现如今，楚风与司马颖，包括苗人龙都很高兴。不过他们唯一担心的就是应风古村是否真的拥有只要有气息就能寻得其人踪迹的阵法。毕竟这样的阵法就连戒师联盟都没有。不过相比于司马颖和苗人龙，楚风倒是没那么担心。他见过那阵法，真的很神奇，不像是寻常人所布，并且应该蕴含着特殊的力量，所以他觉得那阵法应该是具备马老村长所说的神奇力量。就这样，接下来的几日，楚风一直逗留在戒师联盟内，并且就住在了龙院之中。可能是因为先前苗人龙的威慑，无论是长老还是弟子，再也没有人前来打搅楚风。楚风倒也算是在戒师联盟内过了一段安稳的日子。不过当两个人的到来后，整个戒师联盟的气氛都变得凝重与不安起来，因为这两位
便是当初来到界师联盟，其中一个更是挑战界师联盟小辈，并且战胜了所有应战者的神秘女人。现如今他们再次登门，那位叫做小美的神秘女人也将再度挑战界师联盟的最强小辈们。界师联盟最大的一座广场内外，人山人海，几乎界师联盟的所有人都来了。一眼望去，尽是人影，天上地下全部是人，这等阵势相当骇人，尽显武之圣土，顶尖势力之威势。眼下这广场之上，不仅人多势众，更是聚集了界师联盟顶尖的人物。诸位当家界灵师就不用说了，就连常年闭关的界师联盟盟主也是出现了。界师联盟盟主年龄与苗人龙倒是有些相像，活了无尽岁月，历经世事沧桑。不过他那一头金色的头发以及长长的金色胡须，倒是颇为引人瞩目。相比于苗人龙这位界师联盟的盟主，从外貌来看，的确更具有几分霸气。此刻，这位界师联盟的盟主正将目光凝聚在广场中心的两个人身上。准确来说，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将目光凝聚在了那两个人的身上，尤其是楚风更是动用天眼在观察着那两个人，因为这两个人可不是寻常人。界师联盟之所以摆这么大的阵势，全都是为了他们两个。他们两个身披黑色长袍，浑身上下遮挡得严严实实，就连眼睛都看不到，唯一能看到的只有他们的身材。身材略高的是一位老者，身份不明，实力极强，是界师联盟最为忌惮的人。而身高偏矮一点的，就是那位击败了傅飞腾等诸多天才的，身为黄袍界灵师的神秘女人楚风。怎么样，能看到他们的模样吗？司马颖知道楚风掌握着特殊手段，所以不由暗中问道。长袍之内有护身结界，那结界太强，我什么都看不到。楚风摇了摇头，无所谓，反正今日之后必然要弄清楚他们的身份。司马颖说道。颖儿妹子怎么突然如此自信？楚风问道。你会知道的，这一次我界师联盟可是有所准备的。司马颖颇为得意地挺了挺胸脯，并且甜甜一笑，竟然卖起了关子。你这丫头，我倒是要看看你们有何准备见状。楚风也是淡淡一笑，不再追问，而是再度将目光投向了那名神秘女子。奇怪，不知为何，在她的身上我竟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楚风在心中暗道。特殊的感觉？什么特殊的感觉啊？是又动心了吗？听得此话，淡淡顿时来了兴趣，一脸坏笑地追问起来。不好说，若非要形容，似乎是一种很熟悉的感觉，总感觉我像认识她一样。楚风说道。真扯，你都没见过人家就认识了？我看全天下所有厉害的女子，你都有熟悉的感觉吧？不是现在熟悉，是以后会熟悉，对不对？黑淡淡脸上的坏笑变得愈加浓郁起来，但却坏得很是可爱。你这丫头怎么说的？我像是一个大淫贼一样。楚风颇为无奈地说道。难道你不是吗？淡淡撇了撇嘴。当然不是，我若是大淫贼，怎么会放过你呢？楚风坏坏地笑道。你敢？若是敢打本女王的主意，本女王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生不如死的。淡淡也没有生气，反而是故作凶狠地说道。听得此话，楚风不再反驳，反而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对于女王大人的手段，他可是颇为了解的。那暗黑的力量，仿佛是最邪恶的代表。所谓修罗，绝对名不虚传。总而言之，天下的女人都可以惹，但唯独女王大人不能惹。可以开始了吗？然而就在这时，那名神秘女子突然开口了。尽管她的声音很是好听，可却明显经过了特殊的处理。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她真正的声音，可尽管不是她真正的声音，人们也能够感觉到她本人应该很年轻才是。不过相比于她的年纪，界师联盟的人倒是对她的语气而表示不满，毕竟这里是他们的地盘，毕竟连界师联盟的盟主都出场了。可是这个丫头的语气却如此的不敬，如此的嚣张，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直入主题，这实在太猖狂了一些。这位小友还真是急性子，不过在比拼之时，可否露出真容，也好让我等知道究竟是何方神圣能够连续击败我界师联盟多位天才。不过相比于他人，界师联盟的盟主倒并没有生气，反而是笑眯眯地问道。此等度量倒是颇有王者之风，但是别看他这话是对那神秘女子说的，可却将目光看向了站在那位神秘女子身旁的身影上。其实他最想知道的不是那神秘女子究竟是谁，而是想知道为那神秘女子撑腰老者的是谁。想知道我们是谁，倒并非不可以，只要胜过小美，我们就露出真容。那老者发出了一道苍老而嘶哑的声音，浑厚有力，霸气非常。只是这声音就有着一种舍我其谁，无法无天之感。他是真的没有将在场的众人放在眼中，包括界师联盟盟主在内。哈哈，也好，那就开始吧。正好我界师联盟的小辈们也等得急不可耐了。界师联盟的盟主再度哈哈一笑，随后只见其大袖一挥，9道身影便自人群之中飞掠而出，随后稳稳地站在了广场的中心。这9位乃是界师榜上的9位天才，以林叶舟为首，依次排序站成了一排。尤其是林叶舟与傅飞腾，他们两个此刻已然分别换上了界灵黄袍。如此年轻的黄袍界灵师，单从气势上来看就很是引人瞩目。金袍界灵师也要出手吗？难道你们觉得你们能赢？那神秘女子看了一眼除了林叶舟以及傅飞腾以外的人，最后将目光停在了赵凯与陈木等人身上，发出了极为不屑的声音。听得此话，赵凯以及陈木等人都是眉头紧皱，气得不轻。可尽管很是不爽，但却没人反驳，反而全部将目光看向了界师联盟的盟主，想要请他们的盟主来定夺。这一刻，界师联盟的盟主则是微微点头，示意让他们退下。而连盟主都表态了，赵凯等人就算再不情愿，自然也不敢违抗，纷纷身形一纵离开此处。
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这一幕虽然也没什么，但是却深深地伤到了戒师联盟众位弟子的自尊。不敢怎么说，赵凯等人都是戒师联盟最强的几位天才，如今竟然被人如此看不起，羞辱的不仅仅是赵凯他们，而是他们所有人。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哪怕此刻广场中心剩下的林叶舟与傅飞腾都是与神秘女子同样实力的黄袍界灵师，但当那名神秘女子再度开口的时候，他们依然感受到了深深的羞辱之感。我不想浪费时间，你们两个一起来吧。神秘女子说道。你真是狂妄之极，上一次若不是我不在，你可以全胜离去吗？林叶舟冷声说道。他的言外之意就是上一次神秘女子来的时候，假若他在，神秘女子不可能大获全胜，他将让神秘女子的全胜止步于他那里。而听得此话，那神秘女子却忽然笑了，并且笑得很是怪异，其中充满了嘲讽之意。你笑什么？见状，林叶舟冷声问道。上一次你究竟是不在，还是不敢露面？你自己不清楚吗？那神秘女子轻笑着说道。而听得此话，林叶舟顿时脸色大变，一抹难堪，布满全脸。与此同时，戒师联盟的所有高层都是眉头紧皱，一脑门子的黑线浮了出来，因为他们都很清楚，其实这神秘女子与神秘老者第一次来的时候，林叶舟就在戒师联盟内，但是那时的林叶舟也只是金袍界灵师，为了保住戒师联盟的脸面，他们便没有让林叶舟出场。而在女子与老者走后，他们才开启破茧成黄阵，让林叶舟等人进入其中修炼，使得林叶舟蜕变为了黄袍界灵师。可是他们想不到，这神秘女子居然会知道那个时候林叶舟也在戒师联盟，这可就事关重大了。毕竟除了戒师联盟的高层外，几乎没有人知道那神秘女子第一次来挑战戒师联盟的时候，林叶舟也在戒师联盟之内。这说明要么真的是这神秘女子与神秘老者神通广大，要么就是在他们戒师联盟的高层中有着神秘老者的内线。说其他的已无意义，现在我既然站了出来，那么败的就一定是你。林叶舟说道。废话少说，接招吧。然而就在这时，那神秘女子却突然大喝一声，随后只见其黑袍舞动之间，其身体竟光芒大盛，绽放起了金色的光芒。那金色的光芒夹带着道道重纹，已经是汹涌而出，如同金色的浪涛一般，一浪盖过一浪，一浪快过一浪，铺天盖地的向林叶舟与傅飞腾拍了过去。这是攻杀之法，看着那由黄级结界之力所凝聚而成的汹涌浪花，哪怕是楚风也是眼前一亮，颇感吃惊。他能够感受到那结界是多么的强悍，这可不是一种简单的结界，而是一种攻杀结界，它所蕴含的威力甚至不亚于半地强者所施展的禁忌武技。这样的攻杀之法实在太强了，虽然还不如应风古村马老村长的攻杀之法，但却也是非常厉害的攻杀之法。可是马老村长修炼了那么久，才能有那样的实力，这女子还如此年轻，就掌握如此攻杀之法，就实在太可怕了一些。可想而知，这神秘女子的结界之术强大到了何种地步。这一刻，楚风真正的认识到这神秘女子有多厉害。傅师弟，不要犹豫，一同出手。林叶舟与傅飞腾不是傻子，他们都感受到了那结界之力的强悍。假如说他们施展出武力，还都能够应付，但是这毕竟是结界之术的比拼，他们不能施展武力，不能展露修武的修为，只能用结界之术抵挡。虽然他们也都精通一些结界之术的攻杀之法，但远远没有像此女子这般精湛，所以他们一个人真的无法抵挡这等攻势，必须两个人一同合力才行。这一刻，林叶舟与傅飞腾一同出手了，磅礴的黄级结界之力各自释放而出，同样蕴含着极强的威力。尤其是当二人的结界之力交织在一起之时，力量变得更强。不过他们的攻势虽强，可形态可略显不济。神秘女子的结界似波涛浪花，一层盖过一层，不仅攻势凶猛，也很是美观。但林叶舟与傅飞腾的攻势却只是简单的结界之力，并没有形态上的变化。虽然这并不影响真正的对决，但却也显现出他们在结界之术上的掌握与女子相比稍显不足。当三人的结界之力交织在了一处，顿时荡起了汹涌的结界涟漪，席卷四面八方。不过三人对结界之力的掌控都是非常之强，还不待那涟漪真正的扩散，就被他们封锁制止。与此同时，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势。神秘女子很强，每一次都牢牢地把握了先机，发动出其不意、始料未及的攻势。可以说每一次攻击都给林叶舟与傅飞腾出了一道难题。不过林叶舟与傅飞腾显然也不是吃素的，尤其是他们二人合力之下，实力大增。尽管神秘女子的每一次攻势都很刁钻，但却也都能被他们二人联手化解。尤其是在三人的对决进行了20几回合之后，林叶舟更是发起了法攻，他施展出了一道很是诡异的阵法。那阵法看似是守护结界，但实际上是一种蕴含着攻杀之力的应风阵法。这阵法一出，不仅将神秘女子的攻势挡下，更是将神秘女子封锁。三人的对决，林叶舟与傅飞腾第一次占据了上风，而这全靠了这个阵法。哈哈，好厉害的阵法，难怪苗爷爷要特意前往应风古村去借这阵法的凝聚方法。这样看来，应风古村还是有些手段的嘛。这一刻，司马颖也是高兴地欢呼起来。身为戒师联盟的人，他自然也希望林叶舟与傅飞腾能赢。而事实上，不只是他，戒师联盟的所有人脸上都露出了喜悦的笑容。上一次他们颜面尽失，这一次就是为了找回颜面，而眼下他们已经占据了上风，看到了希望，这叫他们如何能不高兴？原来这就是当日苗前辈去讨要的阵法，难怪那其中有着应风寒水的味道。这阵法凝聚了应风寒水，所以才会如此强悍。这样看来，应风古村的应风之法倒的确一流。
而听得司马颖的话后，楚风也是恍然大悟，不得不赞叹应风谷村结界之术的厉害。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声巨响传来，那封锁了神秘女子的应风阵法竟然被破了。而当那应风阵法被破之际，一条长达100米的金色巨蛇也是自那爆炸的涟漪之中爆射而出，向林叶舟撕咬而去。给我破！这巨蛇虽强，但与之前的攻击相比，却也相差不多，所以林叶舟并未放在心上，与傅飞腾一同出手，便直接将那金色巨蛇斩切开来。然而令他们想不到的是，就当那金蛇巨蛇被击碎之后，并未就此消散，反而化作了上百条金蛇。尽管它们的体积已有100米化作了10米，但是数量可却翻了100倍，并且它们的速度也是提升了1倍。此时此刻，正再度向林叶舟与傅飞腾撕咬而去。该死！眼见大事不妙，林叶舟与傅飞腾也是有些慌了，一边向后退去，一边再度发动反击。然而这一次如同先前一样，那上百条金蛇虽然被灭，但却化作了上千条金蛇。而最恐怖的是，他们的身体虽然已经从10米化作了不足1米，可是速度却也再度提升，威力也是不减。如此距离之下，他们如同金光一般。当傅飞腾与林叶舟反应过来之际，那上千条金蛇已是将他们紧紧缠绕，密密麻麻间将他们紧紧包裹，除了一张脸外，全都被金蛇所覆盖。这是什么东西？见到这一幕，界师联盟的人都傻了，他们还从来没见过如此怪异的结界之术。你们输了。而就在这时，那名神秘女子也是再度开口，她的语气很是平静，并没有太多的喜悦，就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一般。输了。听得此话，界师联盟的人皆是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随后宛如石化了一般愣在了那里，内心的情绪更是酸楚到了极点。他们今日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赢下神秘女子，夺回属于他界师联盟的尊严。可是如今他们竟然又要输，那种期待的破灭，那种希望的消失，那种心碎的感觉，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体会。输，你真是异想天开。然而就在这时，身为界师联盟第一天才的林叶舟却并没有打算就此放弃，他怒吼一声，磅礴的结界之力便形成了一道守护结界，并且急速扩大，想要将那缠绕他的金蛇给硬生生的撑散开来。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也好，那我就成全了你。然而就在林叶舟奋力抵抗之际，那女子却轻哼一声，随后只见其袖袍一甩，随后相互交叉，那金蛇便开始散发出狂暴的吸力。那吸力一出，仿佛日月都能吞噬。林叶舟以黄级结界之力所凝聚的护身阵法，竟被那金蛇一饮而尽，给吸了个干干净净，并且此时此刻，那金蛇还在以狂暴的吸力吞噬林叶舟的体能、结界，甚至是武力。而在此之后，林叶舟更是发出了一声惨叫。原来是那金蛇吸取他力量的同时，缠绕得更为紧凑，连他的骨头都被勒断了好几节，就快要被硬生生的被勒得粉身碎骨。这诡异的阵法似乎是当年的金蛇吸魂阵。这一刻，苗人龙眼前一亮，不由得将目光看向了界师联盟的盟主。而界师联盟的盟主听得此话后，也是恍然大悟，平静的脸上涌现出了一抹不安与吃惊，随后赶忙开口道：“住手！”听得此话，那神秘女子才算收手。只不过林叶舟已是气力全无，脸色苍白，浑身无力，就如同得了大病一样。相比于林叶舟，傅飞腾倒是并无大碍，尽管那金蛇也是将他紧紧的缠起着，可是却并没有吸他的力量。这位小友，停手吧，你已经赢了。界师联盟的盟主再度说道。而听得此话，那神秘女子便袖袍再度挥动，彻底将那金蛇消散开来。林师兄，金蛇消散，傅飞腾便赶忙搀扶住了林叶舟，因为此刻的林叶舟着实太过虚弱了一点。就这样败了吗？对于这样的结果，界师联盟的人似乎都有些难以接受。能够练成传说中的金蛇吸魂阵，小友在界灵之术方面的造诣还真是惊世骇俗啊。界师联盟的盟主再度说道：“金蛇吸魂阵，他刚刚所施展的竟是那个传说中的阵法。”而听得盟主的话后，不少界师联盟的长老们都是目光大变，再度看向神秘女子和神秘老者，神色已是变得更为的忌惮，甚至有些人竟吓得瑟瑟发抖。竟是传说中的金蛇吸魂阵，难怪如此的诡异。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与金蛇尊者又有何关系？这一刻，就连司马颖也是满面吃惊。金蛇吸魂阵，金蛇尊者，叶儿妹子，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楚风第一次听的这个名字，但却能够看得出来，这阵法很是厉害，所以不由得问向了司马颖。距今8000多年前，五之圣土出现了一位叫做金蛇尊者的黄袍界灵师，他凭借一种独一无二的阵法，击败了无数位界灵师，而那阵法便是金蛇吸魂阵。金蛇尊者四处挑战界灵师，一路战来，从无败绩，最后他更是来到界师联盟，挑战我界师联盟的当家长老们。可是莫说是我界师联盟的当家长老，就算是界师盛会的前辈们出手，也不是那金蛇尊者的对手。若不是最后关头我界师盛会内的老祖级人物出手，怕是我界师联盟也要名誉扫地。只不过那金蛇尊者在被老祖击败后便隐退于世，足足8000多年过去，再也没有人寻得他的音信。而他那金蛇吸魂阵也是消失了8000多年，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这个丫头使用的阵法的确与那传说的金蛇吸魂阵极为的相像。司马颖解释道：“这么说来，他很有可能是金蛇尊者的传人。那个老者，那么那个老者会不会就是金蛇尊者？他们卷土重来是为了复仇？”听得此话，楚风也是眉头微皱，他终于知道为何在识别了金蛇吸魂阵后，界师联盟的人会如此紧张。毕竟那金蛇尊者是那样强大的人物，倘若这位老者真的是金蛇尊者，
那么恐怕在场的人，包括界师联盟的盟主以及苗人龙在内，都没有人会是他的对手。不知你界师联盟是否还有没出场的天才？就在这时，神秘女子问道：“小友，你赢了。我界师联盟如今的确没有能与你抗衡的小辈。”界师联盟盟主说道。他这话说的有些无奈，但却也没有太多的伤感。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此告辞了。那位神秘老者开口说道，且说话之间就准备带着神秘女子离开。等一等！见状，界师联盟的盟主赶忙站起身来，开口阻止。还有事吗？神秘老者缓缓开口，声音之中透露着一抹不耐烦。不知两位与金蛇尊者有何关系？果不其然，界师联盟的盟主还是开口了。你们若胜，倒是可以知道我们是谁。既然未胜，就没这个必要了。告辞。神秘老者此话说罢，便身形一纵，带着神秘老者腾空而起。然而就在这时，天际之上竟然金光乍现，随后磅礴的结界之力如同大网一般从天而降，将这整个浩瀚的广场给封锁得严严实实。既然来了，又何必急着走呢？而与此同时，两道老者的身影也是自虚空浮现而出，而这两位乃是来自青木盛会的长老陈三元和赵清衡。看来从一开始你们就没有打算让我们安然离开。见到这一幕，那神秘老者倒也并未惧怕，反而发出了一道讽刺的笑声。我们无意冒犯，只是想搞清楚我们到底是输给了什么人。更何况这位小友使用的是金蛇尊者的金蛇吸魂阵，相信你也应该清楚，这金蛇尊者对我界师联盟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所以我们很想知道你们究竟与金蛇尊者有何关系。界师联盟的盟主说道，他的语气始终很是和善。那么倘若我不说呢？神秘老者问道。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站在高空的陈三元很是不耐烦地说道，他的语气很是霸道。身为界师盛会的长老，自视不凡，所以他可没有将这位神秘老者放在眼里。可不曾想，陈三元此话一出，那老者竟发出一阵大笑，随后说道，不客气，我倒是想看看你们是如何对我不客气的。你想知道，那我就成全了你。陈三元冷哼一声，抬手便是一掌轰下。他这一掌威力极强，那汹涌的武力无边无际，所过之处一阵扭曲，仿佛天塌了一般。此时此刻，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哪怕是楚风也是如此。厉害，这便是半地巅峰，最接近武帝的力量吧。楚风不由感叹，尽管那一掌不是冲着他来的，但他也能够感受到那一掌所蕴含的威力。在那一掌的面前，楚风能够感到无力，不仅是他，相信在场的大多数人都无法抵挡这种力量。换句话说，只是这一掌就可以让广场上的大多数人毙命。准确来说，除了界师联盟盟主以及苗人龙等几位超级高手外，怕是没人能躲过此掌之威。然而就在那一掌之威惊呆了在场无数人的时候，只见神秘老者猛然转头，将目光看向了那从天而降的掌威。那凶猛的一掌竟凭空消失了，消失得干干净净，就如同从未出现过一般。发生了什么？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在场之人皆是目瞪口呆，哪怕是苗人龙等人也是神情大变，眉宇之间涌现出一抹浓郁的不安。要知道，那神秘老者神秘都没做，只是那样看了一眼而已，雕虫小技也敢献丑。然而就在众人愣神之际，那神秘老者的袖袍之中突然探出手掌，对着虚空那么一抓，一声巨响，似是惊雷乍起，但实际上却是虚空崩裂的声音。浩瀚的虚空之上出现了无数道裂痕，蔓延数里之外，异常骇人。而当虚空崩裂之际，陈三元与赵清衡两位所布置的结界也是随之而崩裂，就连他们二人也是身子一在，突然失去了御空之力，竟从天而降。前辈，眼见大事不妙，界师联盟盟主以及苗人龙一同纵身而起，来到陈三元与赵清衡的身旁，想要将他们接住。然而当他们两位真的靠近陈三元与赵清衡之时，竟如同陈三元与赵清衡一样，失去了御空之力，与陈三元和赵清衡一起从天空之上掉了下来。盟主大人，这一刻界师联盟的许多人都慌了，纷纷纵身而起，想要前去解救。毕竟那四位可都是界师联盟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若是他们真的摔倒地上，那不仅是他们四个的耻辱，也是界师联盟的耻辱。所以哪怕有生命危险，界师联盟的长老们也要去解救，哪怕他们此刻的力量是如此的卑微。这一刻，无数道身影出现在天际之上，有用武技的，有用结界的，甚至有连起手来布置阵法的。他们真是使尽了各自的手段，拼了老命也要抗衡那诡异的吸力。然而无一例外，不管他们是何境界，不管他们是何修为，只要是靠近那个区域，便全都失去了修为，如同凡人一般，连最简单的飞行都做不到，只能在翻滚与哀嚎间从天而降。我的腰啊！最终前去之人，除了陈三元、赵清衡、界师联盟盟主以及苗人龙四人外，所有人都是狠狠地摔在了地上。虽说以他们的体质，就算从天而降也不会怎样，但是这一次却出现了意外，凡是摔落在地之人都是疼得龇牙咧嘴，摔得不轻。至于陈三元、赵清衡以及苗人龙和界师联盟盟主等四人，则是在距离地表2米处漂浮不动，并未真的摔落，直到其他人都摔落在地后，他们才飞落而下。只不过这一刻，他们已经恢复了修为，皆是稳稳地落在了地上。这一刻，先前还想用武力来留着神秘老者的四位大人物，皆是满面的凝重，因为他们都知道是那神秘老者手下留情了，否则他们就会如其他长老一样，当着所有人的面狠狠地摔在地上。而连他们四位都如此了，就别提在场的长老与弟子们是何神情了。他们简直被吓傻了。他们最引以为豪的盟主大人与苗人龙长老，甚至是2位
界师盛会内的长老大人居然在那神秘老者的面前没有还手之力，甚至还丧失了修为，这实在太可怕了，可怕到他们难以面对。武帝尽管隐藏得很深，但这种力量绝对不会错。他刚刚使用过的是真正的武力，而他的修为是真正的武帝。楚风喃喃自语之间，脸上也是挂满了凝重。尽管他不是第一次见识武帝的力量，但是再一次见到，仍然是如此的触动，强大，真正的强大，仿佛能够主宰一切。他不出手则已，他若出手，将让所有人感到渺小，让所有人觉得自己的生命不由自己。尽管半帝与武帝只是一步之差，但这种差距却是108000里，那是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只要不踏过那道鸿沟，将永远无法企及，哪怕是逆天战力也是不行。莫非您就是金蛇尊者？终于，界师联盟盟主开口了，语气之中充斥着敬畏甚至恐惧，而他的这句话也是在场的很多人都想问的。这神秘老者如此强大，强大到了武帝的境界，并且那神秘女子还掌握着金蛇吸魂阵，这便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他很可能就是8000年前震动了5只圣土的邪恶界灵师金蛇尊者。界师联盟的众人真的是紧张极了，包括盟主以及苗人龙在内，他们都非常的紧张，他们怕，发自内心的害怕这位老者真的是金蛇尊者。毕竟金蛇尊者与界师联盟有着那样的过节，并且他可是8000年前险些凭借一己之力将界师联盟甚至界师盛会所有强者击败的恐怖存在。假如这位老者真的是金蛇尊者，那么等待界师联盟的恐怕又是一场结束，真正的结束。金蛇尊者，千万不要拿老夫与那个人渣相提并论。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那神秘老者却发出了这样一个否认的声音。听得神秘老者的话后，在场之人皆是不由长舒了一口气，那悬着的心总算落下了半截。但哪怕如此，众人也无法彻底安心。此人如此之强，并且又一再挑战界师联盟，就算不是金蛇尊者，也绝非善类。那您到底是什么人？于是陈三元开口问道，他真的很想知道是什么人来找他们的麻烦，但却又留有余地。毕竟对方可是武帝，就算5只圣土再大，但是武帝强者却也是能够数得过来的。陈三元，你真的不认得老夫了吗？这一刻，神秘老者哈哈一笑，随后大袖一挥，便将那黑色长袍给摘了下来。这一刻，浮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个身穿布衣的黑发老者。尽管这位老者是一头黑发，但是他却长得非常之老，骨瘦如柴，形容他最为贴切。尤其他那肌肤干瘪的几乎没有一滴水分，满是深沉的皱纹。他这个模样非常的憔悴，简直就像是已经踏入了棺材的死人。但是偏偏他又给人一种非常硬朗的感觉，那种感觉就仿佛他能够永生不灭一般。他整个人的气质已经超凡脱俗，就如同他根本不是人，而是一位神。武帝，这便是武帝强者，已经将肉身修炼到了极致，从内而外便有一种超乎常人的气质。不过最令人楚风意外的是，这位老者虽然身穿布衣，可是他的腰间却有着一块令牌，那令牌上写着金晃晃的4个大字：界师盛会。界师盛会，这位老者竟是界师盛会的人。尊者大人，竟然是您！而这一刻，陈三元、赵清衡、苗人龙以及界师联盟盟主4人皆是眼前一亮，并且又惊又喜，不约而同的呼喊出声：哈哈，怎么就不能是我呢？那老者笑眯眯的说道，此刻他的语气与先前已是天壤之别，没有了那种咄咄逼人的压迫，反而非常的和蔼可亲。我等拜见尊者大人。陈三元4人终于反应过来，一同施以跪拜大礼。你们发什么愣？还不速速拜见尊者大人！与此同时，陈三元更是看向广场四周，对界师联盟的众人怒喝一声：晚辈拜见尊者大人！听得此话，界师联盟的众人赶忙齐刷刷的跪倒在地，向这位老者施以跪拜大礼，就连司马颖也不例外。哈哈，都起来吧，不必拘礼。那所谓的尊者大人袖子轻轻一挥，一阵轻柔的风力便在眨眼间席卷了整个广场，而已然跪下的界师联盟众人更是纷纷被那轻柔的风力给搀扶而起。眼儿妹子，这尊者大人究竟是何来头？不明真相的楚风只好向司马颖请教。这么和你说吧，当年击败金蛇尊者的老祖收过3位亲传弟子，他们都得到了老祖的传承，继承了老祖的衣钵。老祖死后，其中1位继承老祖，出任界师盛会的会长，而另外2位弟子则分别成为了界师盛会的左右天尊。他们3位是界师盛会最强大也是最为神圣的存在，是我界师联盟真正的靠山，是我界师联盟的根本。而这位便是左天尊大人。司马颖说道，竟这么厉害，难怪如此之强。不对啊，你怎么知道他是左天尊的？我看你刚才那惊讶的表情，应该是第一次见他才对。楚风好奇地问道。他能够看出来，在场的人除了苗人龙等4位大人物外，几乎没有一个人认识这位左尊者，所以楚风觉得他们都是第一次看见这所谓的左尊者才是。按理来说，司马颖不应该认得这左尊者才对。左右尊者常年闭关于界师盛会，我们只是听闻过他老人家的种种传说，自然没有见过，不过却也知道左尊者是一头黑发，而右尊者是一头白发。这位既然是一头黑发，自然就是左尊者大人。司马颖解释道，原来如此，今日还真是幸运，竟见到了界师联盟如此厉害的人物。楚风在青木山修炼了那么久，连青木山的掌教都没见过，就别说青木盛会内那些老怪物了。但是来到界师联盟短短几日，不仅见到了界师联盟的盟主、界师盛会的长老，就连这在整个5只圣土都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尊者大人都见到了，这的确是一件幸运的事。总之他也算开了眼界。
哈哈，我想你们一定很好奇，这三番两次来挑战你们的，为何是我？我知道你们不敢问，无妨，就由我亲自告诉你们吧。左尊者哈哈一笑，随后说道：小美乃是我收的义女，我私下培养她多年，而她的天赋更是让人吃惊，进步神速，天资卓越，远胜当年的我。不过再好的天赋也需要历练，她尽管天赋极好，但还从未真正的与人交手过。为了让她获得实战的经验，我才想着带她出来磨练。可是若带她去其他势力挑战，似乎也不太好，很容易引起势力之间的纷争。于是左思右想之下，我便带小妹来到了界师联盟。毕竟这是自家势力，怎么切磋都不伤和气。而我之所以一开始没有露出真容，而是隐藏身份来挑战，那也是想考验你们，顺便让你们吸取一下教训。我想让你们知道，界师联盟虽贵魏武之圣土，最强的界灵师联盟，是公认的拥有最强界灵师的势力，但不代表我们界师联盟真的就是武之圣土最强大的界灵师。毕竟武之圣土如此之大，搞不好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一个能够力压我界师联盟的界灵师。就比如当年的金蛇尊者，若不是当时我的师尊大人在世，怕我界师联盟多年来的荣耀就将毁于一旦。而再比如今日的小美，倘若她不是我的义女，她真的是一个旁人的弟子，那么今日我界师联盟的荣耀也将遭到践踏。左尊者的这番话尽管是笑着说的，话语之中没有一丝责怪的意思，但是当他这番话说完后，这浩瀚的广场内外却是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沉默了。他们都觉得左尊者说的很对，倘若这小美不是左尊者的义女，那么今日界师联盟的小辈们真的就一败涂地了。尊者大人，是晚辈无能，还望尊者大人降罪。忽然界师联盟盟主猛然跪倒在地，施以请罪之礼。身为界师联盟的盟主，掌握着一群天才级的弟子，但却未能让这些弟子变得更为优秀，反而一个个的目中无人，桀骜不驯。你的确有罪，左尊者说道。而他此话一出，莫说是界师联盟盟主，就连林叶州等弟子也是神情大变，闪烁的目光之中涌现出极度的不安。毕竟左尊者的这番话已经非常明显，那就是这位身份超然的大人物很看不惯界师联盟如今这些弟子们的狂傲态度。不过今日我不罚你，我还要赏你。从现在开始，小美不仅是我的义女，还是界师联盟的弟子。左尊者看着身旁的小美说道。什么？听得此话，在场之人无一不是一惊，感觉非常的意外。尤其是界师联盟盟主以及众位长老，那张脸上顿时就涌现出一抹狂喜之色。多谢尊者大人，晚辈定然不会让您失望。界师联盟盟主赶忙施礼道谢，他知道这是左尊者对他的帮助，毕竟小美这样的天才可是他界师联盟内所不具备的，以他的结界之术，怕是整个武之圣土能与他抗衡的小辈都几乎没有。假如小美真的成为了他界师联盟的弟子，那么他界师联盟就再也不怕有人来挑战了，至少不怕小辈的挑战了。而这全都要拜左尊者所赐，这叫他如何能不高兴，如何能不道谢？小美，我就交给你了，不过你千万不要搞特殊待遇，拿他当寻常弟子来对待，就是他有不对的地方，千万不能惯着。若是养出娇惯的脾气，我可拿你试问。左尊者笑着说道。晚辈遵命。界师联盟的盟主哪里敢不遵从？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就算左尊者这么说，界师联盟盟主也肯定要特殊优待这个叫小美的丫头，甚至界师联盟界师榜的排名也将发生变化。有这个小美在，还有谁敢霸占第一？哪怕是林叶州也必须让位。哈哈，那小美就交给你了。左尊者哈哈一笑之间，身子开始变得模糊，很快的他便彻底消失，留下的只有那爽朗的笑声。这一刻，广场的中心就只剩下小美一人。不过她并没有摘下那黑色长袍，所有人都很好奇，这位天之娇女究竟是何容颜？会不会是一位比司马颖还要美丽的女子？尊者大人，等一等。然而就在距离广场的数里之外，陈三元与赵清衡正在虚空之中快速飞奔，追赶着前方那缓步而行但却速度极快的身影。这正是刚刚离去的左尊者。有事？左尊者并未止步，而是继续负手而行，他的步伐很是缓慢，但却一步数里。陈三元与赵清衡必须施展身法武技才能跟上他的速度。尊者大人，青木山有一位弟子，如今正在界师联盟做客，他也是一位天才界灵师，并且是一位与修罗灵界缔结了契约的界灵师。陈三元说道。我知道了。然而对于此事，左尊者却并没有丝毫的意外，似乎他早就知道了一样。尊者大人，这样的界灵师太难得了，我们是否要不惜一切代价将他招入界师联盟？陈三元追问道。听得此话，左尊者突然止住步伐，对陈三元与赵清衡说道。三元、清衡，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我界师联盟创建的初衷是为界灵师做主，让界灵师有个家，不管是不是我界师联盟的界灵师，只要他们需要，我们都可以帮他们。所以只要不是危及我界师联盟荣誉的人，我们都不能过多的去干预他们的想法。你说的那个孩子叫做楚风，我知道他的确是个好苗子，但他现在乃是青木山的弟子，他若有意愿加入我界师联盟，那自然是好事，但他若不想，也没必要强求。你们明白了吗？晚辈明白尊者大人的意思，只是若这楚风的确是难得的好苗子，他若一直留在青木山，或是被其他势力揽入，日后成长起来与我界师联盟为敌怎么办？毕竟修罗界灵师，这实在太可怕了。赵清衡说道。假如他本性不善，就算他加入了我界师联盟，也可以对我们不利，但若他本性和善，我们不招惹于他，他又怎会与我们为敌？左尊者笑着说道。晚辈明白了。赵清衡与陈三元终是恍然大悟，此事不要管了，既然身在界师盛会，就要好好修炼，招揽人才之事
就交给现任的盟主就好了，你们与我回去吧。左尊者说完这句话，便继续踏步前行，而陈三元与赵清衡也是一同跟了上去。而与此同时，那广场之上的人已散去大半，至少那位叫做小美的女子以及林叶舟等人已经离开。至于楚风，也是早早的回到了自己的住所。本来他们应该在今日就前往应风谷村的，可是奈何苗人龙又突然有急事，与界师联盟盟主处理，所以楚风与司马颖也只能先留在界师联盟之内。值得一提的是，在苗人龙离开之前，他倒是与界师联盟的盟主特意来找过楚风，而至于来找楚风的目的，倒也令楚风颇感意外。界师联盟的盟主竟主动邀请让楚风加入他界师联盟。虽然楚风知道加入界师联盟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可他仍然是委婉的拒绝了。尽管界师联盟有着特殊的规矩，可以让楚风挂着青木山弟子的头衔而加入他们，但楚风总觉得这样不太好。毕竟界师联盟与落叶竹林不同，这样的超然势力有着很多束缚。就打个比方，假如日后青木山与界师联盟发生了不愉快，双方要开战的话，那楚风的地位将很是尴尬。况且青木山待楚风虽然不是很好，但却也有个别几位待他不薄，所以楚风觉得青木山与界师联盟他只能二选一。目前来说，他还是要选择青木山，毕竟那里有着他需要的东西。那存放于远古遗迹内的宝藏，便是楚风加入青木山的目的。得到那个之前，不管青木山对他如何，楚风都不会离开青木山的。不过好在界师联盟的盟主也很善解人意，并没有过多的勉强，也没有因为楚风的拒绝而对楚风有任何不爽，就如同苗人龙一样，对楚风一直很是和善，甚至还说只要楚风想，界师联盟的大门随时为楚风敞开。这样的友善真的给楚风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楚风甚至觉得若是有机会，他倒真的可以加入界师联盟。毕竟待他在青木山拿到宝藏之后，青木山与他是敌是友，也会成为充满变数。楚风留在界师联盟，倒也去傅飞腾那里小聚了一番。傅飞腾很是欣赏楚风，楚风对傅飞腾的印象倒也不错，二人也算一见如故。那天喝了不少，而自那日之后，傅飞腾便闭关修炼，楚风也只是在龙院内休息。除了应邀司马颖来找他之外，楚风便很少出去。不过因司马颖每日都会来找楚风的缘故，自司马颖口中，楚风也是得知了界师联盟发生的不少事情。而其中一个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那个叫做小美的女子已经成为了界师联盟的香饽饽，绝对是界师联盟如今的头号红人。弟子什么的就不说了，追求她的人简直数不胜数，就连长老都给她送礼，想要与她交谈两句，甚至活了几百年的老头子都想追求她。而这还是建立在那小美没有展露真容，所有人都不知道她是何面貌的情况下。最夸张的是，就连那些之前整天围着司马颖团团转的天才们，如今也是整日待在那小美的门前，日日拜访小美，想要与小美谈谈天说说的，促进一下感情。可是无论那些人是何身份，准备了什么样的厚礼，但那小美却都是闭门不见，可谓相当的无情。所以所有去拜访小美的人都是一样的结果，全都吃了闭门羹。但哪怕如此，也会无法阻挡那些爱慕者的热情。如今守候在小美门外的人少说上千人，并且都是有权有势，有些身份地位和背景的，因为那些没实力没背景的都被其他人给赶走了或打跑了。要不要这么夸张？听了司马颖的话后，楚风忍不住笑了起来，一点也不夸张。今日来找你的时候，我刚巧路过那小美的住处，真的有好多人守在那里。司马颖一脸认真的说着，但说这番话的时候，他没有一点的不开心，反而很是欣喜。我说眼妹子，你的那些爱慕者们都被人抢跑了，难道就不吃醋？楚风好奇的问道。吃什么醋啊？少了那些烦人的家伙，我开心的很。现在我感谢那叫小美的还来不及呢。司马颖笑眯眯的说道。你这丫头还真是够心大的，不过我欣赏你这种性格。楚风说的是真心话，换做寻常女子，就算她不喜欢追求自己的人，但假如有一天那些追求她的人真的不来烦她了，反而去疯狂的追求其他人，那么他们也会非常的不高兴，甚至怨恨那抢走追求者的女子。但是司马颖没有，反而因此而窃喜，这说明他为人非常的真实，没有丝毫的做作。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失去了也不可惜，这样的丫头其实是很难得的。楚风可在。然而就在这时，龙院之外突然传来一道女子的声音，那声音很美，也颇为熟悉，正是小美的声音。是那个小美，她怎么来找你了？司马颖认出了小美的声音，一双大眼睛满是吃惊的看着楚风。你问我怎么知道？楚风耸了耸肩，其实对于那小美的来访，他也很是意外。那你见不见她？司马颖问道。见啊，为何不见？我又没做亏心事，怕她做什么？楚风说话之间便推开店门，走出宫殿后腾空而起，站在虚空之上，看向了龙院之外。这一看不要紧，就连楚风也是倍感意外，因为此刻的龙院之外那是相当的壮观，除了那身披黑色长袍的小美之外，还有着足足数千人，而这些人全部都是男子，并且很多人的手上都捧着精美的礼物，一看就是精心包装过的，并且除了年轻的弟子之外，还有白发苍苍的老头子。还真如司马颖所说，这小美魅力无限，就连长老们都动心了。而重要的是，此时此刻，这些人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都或多或少的充斥着羡慕、嫉妒与幽怨，就仿佛楚风已经抢走了他们的心上人一般，醋意十足。若是可以，而他们又有那个能力，楚风敢保证，这些人肯定会活活的把他撕成粉碎。但是现在，他们却根本不敢，毕竟楚风那修罗界灵师的身份已经暴露，并且还有苗人龙撑腰，在这界师联盟内，敢招惹楚风的人已是少之又少。小美姑娘找我，楚风说道。
我大老远的来找你，也不说请我进去说话吗？那小美开口了，声音依旧好听，但依旧有所掩饰。而她此话一出，楚风还没有什么反应，那其他人的脸色却已经纷纷发青。什么情况？他们苦苦追求，想送个礼都被拒之门外，结果这小美竟主动来找楚风，并且还要求人家请她进去，这做人的差距也未免太大了一些吧。老实说，在场的每个男子都有些接受不了这个。其实我也不是这里的主人，楚风笑着说道，他的言外之意就是他也不方便把小美请进龙院之内。什么？他难道还要拒绝？听得楚风的话后，那些追求小美的人更是抓狂了。他们想要送个礼都难，人家主动送上门，楚风却还要拒绝，有没有这样的？小美师妹若是有事找楚风，那就进来吧。然而就在这时，司马颖也是自宫殿内走了出来，笑眯眯的开口，那就多谢颖儿师姐了。而那小美倒也不见外，身形微动便消失不见，再度出现之时，竟已然来到了那龙院之内，并且踏着莲步向宫殿之内走去。九品武王，这一刻楚风眼前一亮，之前这小美与林叶舟和傅飞腾交手用的是结界之术，并未展露修为，所以楚风等人都不知道这小美是何修为。但就在刚刚，在她动身的一刹那，有意无意间已经展露出自己的气息。九品武王，这便是她的修为。小美师妹，她竟是九品武王。此刻莫说楚风，可以说在场的每个人都震惊了，就连司马颖也不例外。颖儿师姐，能否让我与楚风单独交谈？进入宫殿内后，司马颖也是尾随而进，但却怎么也没有显得高，他竟遭到了小美的阻止。听得此话，司马颖也是一愣，脸上涌现出了些许尴尬，但最终他却没有多说什么，而是对转过身来，笑着对楚风说了一句，艳福不浅，便扬长而去。听了司马颖的话后，楚风也是干笑两声，并且还回过头看了一眼那龙院之外所聚集的人群，看着那些人一个个眼冒绿光，恨不得杀人的模样后，楚风的心情也是颇为复杂。他不知道这个小美找他究竟所为何事，但不管如何，楚风还是要一探究竟，所以也并未多说什么，自半空掠下，进入宫殿之内，并且还顺手关闭了殿门。小美姑娘有什么事，不妨直说。楚风说道。然而就在楚风话音刚落之际，那小美却是袖袍猛然一挥，一道狂暴的武力爆射而出，凝聚成一把金灿灿的长枪，对着楚风便爆射而来。